我恨我自己。我就知道大家都很喜欢我，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丑，这才谈的不行。正常人似乎看不上我，我啥都不行啊。总觉得自己是烂命一条，觉得自己是废物。漂亮的女孩子跟长相一般的女孩子，世界对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自己还是不够受别人喜欢，觉得自己胖是影响自己生活遭遇的一切原因。我宁愿为爱岛生命，我也不愿意长胖。就好像自己是别人的累赘，我讨厌别人关心我，很有罪恶感。所以为了让我喜欢上我自己，我还是做出了非常多努力。给你弄点米饭吧，好久没吃。不想吃呀。来一点点，行不行？不要嘛。米线吃不吃？不想要嘛，今天不想吃。那我先给你弄卤蛋。不想吃就不用吃了呀，卤蛋也不用吃了呀。卤蛋吃一点。这个是体重计的，只是这2天没记，因为这2天输液输的有点胖。你想达到多少斤啊？之前那会儿37点多公斤的时候，那时候是觉得是瘦到35公斤就正好，后来不是到了35，现在觉得33或者32左右就可以。我有一天去接他，却老不见他出来，我就有点不祥的预感。其实，我就开始找他。那个操场边上一个角落的地方，我就感觉那有个人蹲在那儿，然后我就跑过去，看见他刚伤害完自己，然后当时划的挺深的，我说咱们去医院吧。给他包扎完，打完破伤风，然后回家。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出院的情况。你当时去那个上海看的时候，他看这个情况就知道了。上次住院还有这次住院，上次住院不是诊断这个抑郁嘛？这是咱们不是加了一个住院诊断，加了一个那个神经性厌食。爸爸妈妈带你到上海来，咱们这儿没有办法治疗你的问题。女孩子，就是这个敏感性都比较高一点。你像男孩子，咱们所说的这个没皮没脸，其实就是这个敏感性不高的一种说法。啊，来吧，假装动一下筷子吧，来，吃这个。哪个你喜欢吃哪个？那个都不喜欢呀。黄瓜嘛。做的看起来都不怎么好吃。黄瓜嘛。不要吃。盛点米吧。不要不要。来一点点吧，好不好？不要，真不要。哎，你喝点汤吧，好不好？不想吃，喝点汤行吗？如果我要是上秤了，称电发现是胖了个0点几，感觉自己内心就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不能再吃了，你再吃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胖。我感觉自己还是不够，就是受别人喜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瘦了的话，应该会更多人喜欢我。就这样。
就很矮的这个黄色乱七八糟的房子，在我感觉里它就是又矮又小又破。拿那个椅子腿儿，然后打我后背，往我的身上砸呀什么的。就我坐在凳子上，然后他们就一脚把我踹下去。跟老师说了？说了，但是没有用。老师说是那是就说是孩子们互相玩儿。刚开始觉得疼，然后后来就是那种有点麻木了的感觉。会害怕，然后我之前也反击过，就是因为毕竟他是个男生，而且他那会儿100多斤，就是那时候就特别想有一个熟人，就是在学校的那种，然后就可以找老师，然后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举动呀，让男生们不要那么就是肆意妄为。这个衣服拿吗？我妈妈她给老师打电话，说是必须要一个说法。老师叫了2个没有欺负过我的男同学，他们上去也走了一套过程。问题就是老师说是，道完歉的这个就有饼干。有同学他们可能没明白，他们就理解成只要向我道个歉就能领个饼干，结果他们就全向我道歉，就为了领那饼干吃。哎呀，现在也快忘了。82，来，进。哎呀，不敢这个，这小300块钱就是这水平。因为我觉得这面可以吃点东西啊，热点东西什么的。酒店里头都不能热东西的，先在这住吧。有点像住在地下室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个老旧房子的那个老破旧旧房子。啊，有那种感觉。旁边的都是40年以上的房龄了，你就看那外面的电线就能看出来。便宜没好货。这么多。你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呀？没有，你当时不是你说订了个好，你完了不是你主要给我一个啥？给我一个说这选了个好的。不是。完了以后选了个好的就是这好的。那人家也不是说不能住的地方。行吧。价格对得起他的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吧，不要让这种情绪一直缠在你身上。就是那个屋子，觉得确实有一点点寒酸，这还好，我觉得哈。老爸接受不了，你能感受出来爸爸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个人帮着他说2句话，让你爸感觉有人跟他感受是一样的。如果我要不应和他的话，你俩总会吵起来。我试了很多方法，只有这个方法管用。我妈肯定不可能生气，也不可能跟我爸吵起来，所以只要让我爸不要把情绪发出来，一切都好。下午1点。坐吧，坐这里。他这次主要是因为这个不想吃饭，不吃不喝的，然后住院之后基本上还是静脉营养支持。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呢？就是越瘦越好。就是看见体重下降很高兴，体重瘦的话穿裙子也会很好看。还有情绪上的问题是吧？情绪不好有多久了？应该是幼儿园吧。不好到什么程度呢？会有极端想法。神经性厌食症，那么它呢会导致你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都会出现功能的下降甚至会产生衰竭，严重的话呢就会危及到生命。第一目标就是让你的体重先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要达到40公斤，才算是健康范围的最低线健康范围是很大的一个范围，你要达到这根线40公斤。我宁愿为他打生命，我也不愿意长胖。
这个是危险性很高的一个疾病，啊，是所有的精神科疾病当中死亡率最高的。那我是建议住院的啊。那我们这里呢是有进食障碍的诊治中心啊，是专门治疗这方面的问题的，会给你进行营养治疗、饮食管理啊，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和药物的治疗。行。再喝点吗？不喝。你是不要住院是吗？对，那不要住院能做到他说的体重增长？做不到。我也不会住院。为什么？我受不了这个方案。他提供的这个医疗建议是比较符合你现在的情况。你觉得他是不是为了你好吧？首先。哎呀，他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需要。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尝试一下？没有。我知道那地方要进去就出不来了，除非你长胖了才能让你出来。那就是监狱，跟监狱差不多。而且你别碰我。你不用跟我说一大堆话，反正我不会同意的。你不打算解决，那你是要干什么？你60斤，60多斤还是有人的。不是60斤，人家说的是40公斤、80斤，把体重尽快的提升到最低的，要不然我们就会把你送到强制。这个不是和你商量。他还觉得这种状态还不至于威胁生命，这个挺可怕的，我觉得。这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下定决心，把他送进去。我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就是说，对，因为每次都是你心软。我是怕他有过激的行为。如果你不狠下心来，你永远走不出来。我就在想，强制就强制，强制咱俩就是绑走也得绑走。那你们看到他是你？会肯定会气。气或者恨，我是宁愿承担的，为了他的生命。恨就恨吧。跟不上你们现在潮流。刚才就看见几个小姑娘，整个人整得自己是鬼畜的。你也想来的地方是吗？把这个签字都好的。监护人签名的，就是你们家长签。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签名，让他自己签。你能走吗？还是咱们要打个车？我们打个车吧。行。跟他说过了吗？跟他提过。那如果他能够配合呢，也住在这里，不能就是轮到非自愿。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肯定要住院。好。要明确的跟他讲。让他走吧。人家说，我就给你现在立刻得开单，你必须得住进去。不要。不是，这已经办了，然后而且大夫说必须，要不然有生命的危险。我觉得没有。不是你觉得，人家听人家医生的。他今天把他抱出来了。哦，好吧，抱好。走。那妹来，我带你先进去好吗？啊？不想住院啊？来先试试看吧。来试试看好吗？来都来了。走吧，试试。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啊，你从那个地方来，姐姐带你去吧，走吧，好吗？来吧，走吧。你勇敢点，勇敢点。叫他妈妈。妈妈跟你一块进去。你们。看我们这里很温馨的，对吧？环境也很好。
对住院有点没做好心理准备是吧？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只要不住院啥也行。好的，就是他可能喜欢唱歌跳舞吧。啊，性格怎么样？不好，别惹我。啊？没听清。那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两天其实还除了今天，除了今天可能状态，因为这个住院的事情还有一点情绪在。一些行为的细则，我看刚刚他也在仔细在看这个细则。因为这个好多还是关于跟饮食治疗的有关，因为我们这边妈妈，你先别签字，行不行？明天要喊医生，我们那能不能先让我出去？可能现在没办法。为啥？因为我们来这儿是寻求治疗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寻求治疗。把你跟你妈妈也充分的再讨论一下。你小心我报警。躺一会儿吧。不要！其实我本来觉得我都快没事了，完了你们非要把我联合的骗进医院。这个要办出院也得到明天上班以后呀，对吧？我啥也是下班这么早的，这根本没有点敬业精神。那这个你可以也跟我们医院领导提一提，好不好？我都想投诉。环境还习惯吗？这里？一般。其实不太想来的。被骗来的。被骗来的。你住院也是因为饮食的问题，说说看嘛，就怎么开始的这个问题啊？小红书上有很多，就是人家减肥的什么一天吃什么呀。去跟着他们去做这些，是觉得自己太胖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把小红书呀什么的可以卸了。然后我现在的思想就是也不在乎体重啊，就37点多我也能接受。你知道你的身体需要达到多少体重才算是健康吗？我从小我就瘦。我觉得你们不需要这样子硬给我背出来营养，我不需要，我不是那种半个月就能成熟的那种鸡，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出院吗？表现你证明自己，哎，确实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也没有任何问题。你得好好吃饭，然后能够。但是我提议就是我现在需要出院，我昨天晚上打了个报警电话，没用。是我们这里是精神科医院，如果你一直不能改善，那就只能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这个疾病它会很狡猾的，会让你在无形当中就对自己过去的那些正常的行为就失去控制了。青春期呢，特别敏感也在于他的心理层面上来讲，在这个年龄他会有更多的独立意识的这个发展自我意识在发展。很多人觉得瘦下来就代表着我是成功了，我是优秀，我比别人要更厉害，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会使得他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行为，发展他们多元性的这个审美观，然后呢，发展出自己的多元的价值感，去获得他们在饮食之外的掌控感。妈妈，真的，有人只住了10几天，然后就签一个叫那种，就是硬要出院的那种，然后就能出去，真的。我睡一会儿吧，我好不好？我困得不行。那你能不能突然那什么一下？老爸，咱们能不能出院呀？得住，把身体调得差不多了。不是，我昨天晚上跟今天早晨还有今天中午我都吃饭了。不是这样，得等医生说。这样吧，我也不威胁你。第一个，出院；第二个，在这治好了，我回去马上跳楼，你选哪个？我觉得你应该是治好了。呀，这人有病啊！妈，帮我把手机捡起来。又需要手机了？拿过来，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话没跟他说，我得准备充足的理由。那个，你必须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再商量，好吧？不行，我在这根本就适应不了，就是没法适应。
去忍受一下，不是说。可是现在真的忍受不了啊！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忍受得了的呀，要不然你过来试着住2天呀。你再住一段时间。不行啊，老爸，我真的可以去了，求求你同意吧，妈，我回去把我存的这1万块钱都给你吧，老爸，我求你了，能不能同意我住院啊？你冷静一下，过1个星期，你有起色了。老爸不行，我元旦的时候我想去乐园呀，什么地方过？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过。你必须最少是1个星期达到医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要求，然后我去跟医生商量，就是1个星期才能看出来一个大体的一个你的改变的情况。完了，爸爸晚上给你发微信啊。谁想跟你聊天啊？来吧，好。你是你自愿想来住的吗？不是。哦，还不是啊，是你爸爸妈妈要你来住的。原来减肥前怎么会想到去减肥的呢？看小红书上面就很多人不是都在说自己减肥吃什么吗？也就是一种盲目跟风的感觉。哎，你好像还挺有自我批判力的啊，做盲目跟风。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情绪这么大的波动啊，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就每个人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情绪，但是如果那些情绪被压着，没办法排解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导致就是另一场大情绪的爆发。那能说说你被压着哪些情绪？就是我父母可能吵架比较多，火药味比较重。我爸他一吵架他就会摔东西，然后他就会让别人去滚。我也就是跟我爸习得的，然后也会生气的时候就会把手机摔了。也许跟你的不吃饭啊，多少也有点关系。我不吃饭也是想让别人理解到我，就是理解到我的情绪啊，理解到我的什么。了解你为他们承受的太多了，或者为他们被压抑的太多的一些情绪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像很多工人他们有表达不满的情绪，他们就会罢工，然后像我就只能通过不吃饭的方式来表达抗议。能具体说说抗议他们的什么呢？我爸他不是跟我妈吵架，就是在抽烟。抗议他对你妈不好。可以说是。还有真是感叹，就是你还是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我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让我可以更多的帮助你去理解到这个病原来是怎么回事。以后再怎么样也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罢吃是伤害自己的方式，好不好？好，就祝你能够在这里能够最大程度的康复，好不好？好，那就这样。过年那会儿吧，我就其实跟孩子探讨过，我说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分开了，他说分开吧，他就说分开吧，可能真的是他还是个孩子，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是因为后来他们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就是3月初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当时他可能伤害自己，伤害的也是有点昏倒了那个，然后老师背着他出去的，然后老师就问他，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想回家？家里怎么了？他就说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了。我们今天因为是家庭咨询啊，也要给到就大家一个有话就说出来嘛，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前家里交流的时候可能蛮多争吵的，后来发现吵也没用嘛，还是沟通不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各执一词吧。他认为我老是命令他，然后我认为他缺乏责任感，事情就不管，那种不安全感或者那种没有支持的感觉很早就有了。爸爸从3月份开始就基本上就不回来住。5月份开始。5月份发生什么了吗？简短就是说，我把我爸刚加黑名单了，然后就踢出去了。我俩都非常高兴，就觉得这还蛮好的嘞。你确定吗？你确定妈妈也是这么想的？我妈跟我表达过呀。我跟他原话，我记得我就说是，我现在的光亮只有这么多，我只能够勉强维持我们2个，然后
至于你爸爸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我不是个太阳，我照亮不了他。我就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微光中前行，就这个样子。我们是3口之家，对吗？我是被通知，而且是电话通知，对吗？对。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感觉会蛮崩溃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勉强不了。就是说，有该放弃该放弃。包括什么？包括家庭。可能我在家庭里面一直唱的就是白脸多一点。我认为，妈妈的教育方式是更，怎么说吧，就是把东西喂到他嘴边，就是造成孩子沟通交流障碍。你宣泄不了你的情绪，那么慢慢积压，最后可能就没有一个爆发点。怎么说？其实我和他妈也没有大的矛盾啊。可能我也不是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点。那么现在就说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把孩子病先治好。那么我们就可能走在一块儿了。爸爸妈妈可能因为孩子生病以后，他们的争吵也会减少。孩子当意识到这个疾病，哎，我生了病以后，爸爸妈妈不提离婚了，所以这个孩子的病就不能好。它就有在家庭当中，它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和功能。像这种家庭是需要家庭治疗，促进他们家庭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孩子能够慢慢的好转。好的，慢慢融入进来就好了，对吧？加油加油！还有这里挺晚上到里面去吃饭。今天晚上谁呀？今天晚上不错啊。这么晚不要紧，我们只观察。啊，对，适应啊，是这些。然后好，到门口再对，然后你就一步步来吧。好，我们明天再来看，加油，拜。哦。医院的饭比家里的好吃。我们经常在病房里面也好，在门诊也好，跟大家讲到温柔的坚持啊，所以认可他很好的做到了温柔的一部分。我给对方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土壤，让我们可以去沟通。大家学会了吗？对吧？就是我渴望的都画下来。对。我感觉挺灵魂画手的，还真的挺像你的。草莓熊它是，其实我更多是把它比喻成我爸，因为感觉它长得有点雄里雄气的，很像我爸。从昨天晚上就输了。放飞自我啊！太嗨了，拿起来，它可以套在那上面。走了，真走了。钥匙都拿好了吧？啊，拜拜了。药都拿好了，都拿好了。再见。好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颜色啊，变成那种暗点的绿色。我知道，它就是那种类似那种熟了，黄绿色。老爸，你知道你昨天晚上打呼噜很吵吗？我怎么没听见？你肯定没听见啊，你睡得呼呼的。再小，因为这个要出痧。好。我尝尝你炒的这个，这尝尝你炒的啊，不错哎。
进病房里也好吃。你病房里还不知道做菜的人是谁呢？老王嘛。老王是送菜的。尝一下这个。我还爱吃虾。吃虾？想参加今年的中考，然后就因为好多知识都忘了，所以说就是自学参加中考。他就是说是初中生能看，高中生能看，大学生能看，工作了能看，退休了还能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蛮实用的，然后就买了。哪怕不参加中考，就是我也打算自学啊什么的，因为他也有很多就是在家自学成才的人啊。我觉得可以和心理咨询师谈一谈，好聊一聊。我喜欢陈觉老师那样的人，就是他说话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他能慢慢引导别人，然后让别人自己认知到发生某件事情的原因呀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是一个能引导别人就是发现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这方面的，我将来还想从业这方面，或者当心理咨询师，就像是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一样，就是帮助一些青少年的孩子们。其实我就是喝酒喝了一点，我就是。那你明天来看门诊就行了呀，你来急诊干嘛？他们要警察说让我来急诊，说要住院啊。没有，伊搿段辰光，他这段时间好几次喝酒，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你们之间先沟通好啊，因为这里急诊是应急处理的，像你这种他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我没法跟你按急诊。他这段时间情况一直都在自伤。我没有自伤，那你就明天看门诊。从来没有自伤过，从来没有自伤自残过。明天带他看门诊。不是我发给他，就是他们在乱说。他现在情况还行，对吧？不要刺激他呀，对不对呀？不要刺激我，不要刺激他呀。明天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病呀。他刚才好好的说的，你看逻辑很清楚的，你不要刺激他了吧？明天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吧，找个专家好好看看。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医生正好在这个楼，有的时候他是在5号楼。啥状态？极端状态。什么样的极端状态？非常好，非常不好，把自己猛灌猛喝。喝酒吗？对，喝了大概200多毫升吧。这个只是浮在外面的表象，其实核心还是你的情绪很动荡，而且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它。就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会让你。我没有在处理它，我只是在逃避它。对啊，这样的一个你逃避也是你的一个应对方式嘛。对啊。对吧？但这样的应对方式会让你陷入困境的。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丑，吉他弹得不行，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近2年我可能就要死掉了。你这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就是你太难受，所以你会采取行动自杀，还是说你可能会出一些意外，还是你身体状况会承受不了你这样子喝酒呀什么？那如果我伤害自己呢？这个危险性是很高的，所以我必须要跟你监护人交代这个事情。他们上一次已经强制要把我送进去了，我不想住。他们怎么样选择，这个是属于监护人需要拿决定的时刻。你不可以这样子离开的哦。我知道，妈妈。哎，你好，你陪过来了，我以为他一个人来的嘞。我还是要跟你沟通一下他的状态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情绪还是蛮不好的。关键呢，就是他现在讲到就是说很绝望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现在的情绪状态呢是处在风险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对，我们也跟他讲。对，所以那次警察那个事儿，警察当然跟他讲了，他自己也保证，意思说我肯定不喝酒了或者是什么的。
其实我也知道，不一定你会到时候说话算话。我说话算话，我说话算话。我警察说过了，警察那边有录像，喝酒，喝一滴，直接强制送验，包括自杀自伤也是直接绑过来，啊，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这个风险还是蛮高的。那我们先试一试。你看他跟你交流什么都是好的，对吧？你看他讲到我想去死的时候，他都会笑的。其实他内心很痛苦的，他只是习惯着，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是笑着的。我之前遇到过不少病人，给我讲述他之前的受到的创伤，他的痛苦，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有些人甚至就是笑着跟你讲的。然后他说：“我不笑又能怎么样呢？我哭有用吗？”就对这个世界，他其实是非常绝望的。待会儿我这个盖子里头上面别的嘎嘎。多两东西。OK， 那个我的碗呢？后来我们还问那个医生，就说为什么他会厌食症？他说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出是某一个点的，你不要去纠结，好像就是他想自己掌控自己。人没有东西是可以可控的，有些人身体控制不了，就像我之前，有些体重你能控制吧？对吧？你能控制的微乎其微，都是别人给你安排好的。所以说现在我能感觉到我能控制的很多东西，我可以弹这个，哎，我可以弹这个，我可以弹这个，我想弹什么就弹什么，不受约束。其实这些都是能控制的事情。当我抑郁的时候，我啥事都不想干，就脑子里感觉像是电视的雪花屏。还有我歌手，我看到血流下来了，我就感觉到我活着，我是有心脏有感觉的人。出了问题，我第一个反省自己，自己没有做到不被别人无可挑剔，所以我恨我自己。我不要。好了，我叫底子了。好多人都说，像这种经过抑郁症的人啊，他们以后会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嘛，会更加珍惜自己。破釜沉舟嘛，不经历风雨啊，怎么能见彩虹呢？是，你要看到那种阳光的面嘛，正能量的，过去就过去了，往前看。活在当下，这是什么？今天开心吧？开心。啊，蛮开心的啊。孩子嘛，最多的人，对吧？毕竟还是孩子嘛。这个东西是该换大把大，慢点，不能。破了就好了。感觉好像这个吉他给了你很多安全感的感觉，你在那么放心的去释放你的力量。对，拿起吉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可能平常生活中就是有点太敏感了，可能弹吉他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东西发泄一部分吧。就是我会是属于那种就是有什么事儿会容易憋在心里的人，不能跟别人说，因为我是个男孩子。
的，所以就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是在跟着别人在说叽叽喳喳的，哎呀我这难受，我那里难受。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戴了个面罩一样，就是你能就是感受到我，至于我是谁，你是不知道的。他演奏吉他的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自处的一个时间，它的快慢强弱，它都需要自己和自己去做出及时的调整。其实音乐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后面很多很多的能力都在提高。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里需要吉他演出吗？哦，好的，谢谢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需不需要吉他演出啊？喂，你好。我想问你们这边需不需要吉他的演奏？就是，我是，我就是，呃。已经毕业了还是？对，还在学校。还在学校了啊？那我们这也是没人来过吧？没来过。我想问大概情况，我进我来弹了多少辰光了？4年了，3、4年了。3、4年了，侪是自家弹还是帮老师学啊？老师指导，然后我练了多，一听不响。因为我老早出去演的辰光，侪是声音老小的，因为一大就有眼小叫，所以我有点害怕。我们是6点半就要到了的呀，然后你们想6点半就到不啦？6点半到了，那么几点开了？7点啊？7点半他第一个表演。知道吧？没错啊。他吃这个药的时候说的是干嘛？缓解焦虑。是啥问题了？要上台了啊？演出呗。演出我能讲，侬高考都不怕了，还怕这个东西？侬还真是。人真的有怕的东西的吧？高考侬都不怕了。再说了，我不是怕我弹不好，我是怕意料之外的事情。意料之外，最坏的打伤，我能讲，最坏打伤啊！停电不可能的，断线可能的，对吧？即便断线了，你拾音器跌断了呢？拾音器跌断了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就算这个琴砸掉了，也不影响接下来的东西。Something is gonna happen. 有些事要发生了。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想的东西就非常单一啊，就是怎么弹琴，怎么表达好自己。其实反而上场了，你把东西做到位了，你反而没有这些顾虑。音乐嘛，本质就是让人快乐的。一个人可以在经历心理崩溃之后重新站起来，他可以走更远，但是他要先站起来。
了进来3个，那这有啥？我看一点。今天他不是中考完吗？孩子让去接他，不要花儿，人家要葱。点名，确实是。行吧，就是我比较社死，让他爸干这事儿吗？菜刀肯定出来了。告诉你，你看人家都是花儿。来，那个英语的作文我押中了。是啊，他写的是那个什么青春的什么要 fighting 的那个什么那些东西，我就写的 persistence。就是我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我感觉他们不喜欢自己，就相当于在否定我。以后我不会再用什么不吃饭呀来取得一些关注了，我希望我的内在就是高兴点。我要先学会接受自己，接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啊，不然你无限制的讨厌自己下去，你的自尊心是不允许把一个讨厌的人给你的爱的人的。对，你聪明，好吧？糊了这位置还是糊了这位置啊？糊的应该。以后再过来。对，要再过来。我觉着嘛。妈妈。哎，啥子？这樱花赛开了吗？春天花会开，听过这歌不啦？到目前，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受伤188000。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守护世界就是守护自己。哔哩哔哩公益。